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熙然。结束了 S14 的工作之后，我开启了属于我的休赛期。起初在选择休假目的地的时候纠结了一阵儿，毕竟工作结束后人在欧洲，自然是多去几个周边国家比较值得，也算弥补一下我2021年夏天在冰岛完成 MSI 之后没能去旅游的遗憾。北欧算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之一，除了去过的冰岛，剩下的几个北欧国家里，瑞典没有做过功课，芬兰想留给圣诞节，丹麦又有点无感，所以只剩下了还算比较感兴趣的挪威。适逢10月，在寒冬来临之前，怕冷星人决定先从奥斯陆开始，去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叙旧。上午从柏林出发，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时，没有想象当中的寒气逼人，让我觉得真正旅行开始的信号有2个：打车时跳出来的挪威克朗和完全不同的空气舒适度。住宿我在 Airbnb 上订了一间挪威老城区里的民宿，位置在不高的山坡上，主要看重的是它的景观，刚好把奥斯陆的城区尽收眼底。房东说之前有人会裹着被子躺在窗外的躺椅上烤火，小酌一杯，结果到都要离开挪威了，我们还是窝在了室内，坐在窗边看这个城市的日升日落。探索奥斯陆的第一天，我去了一家房东推荐的挪威菜，叫 Hosvelia Plats， 我猜应该是这么读的，同时也是一家服装店，做的挺好看的，味道不算惊艳，但是酱汁的制作上比较有新意。房东推荐的另一家餐厅叫 Toft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，位于 Monk 美术馆楼顶，这家我愿给高分好评，好吃。然后就去和 Zula 见面了，聊得太开心，完全没有想起来要记录美好相聚时光。他也在下午茶之后赶去接儿子放学了，于是听从他的推荐，在黄金时间我前往了维格兰雕塑公园。公园不大，恰如其名，这里有192座雕塑，多而不乱，错落有致。即将到落日时分的公园总是让人迷醉在柔和的光线里。其实应该不难从画面里看出来，游客并不多，好出片是必然的。但什么事情都不做，站在余晖的角落里发呆，享受空气里盈满的纯净，真的只会让人一遍遍地感叹舒适2字。太阳下山后，步行30分钟左右去吃了个晚饭，也是 Zula 力荐的餐厅，叫 Theatre Caffeine。这时候就充分体现了有当地朋友的极大加成，整体吃下来很不错。一开始想说点个小盘的生蚝试试水，结果发现不吃才是暴殄天物，口感好顺滑，好清甜的生蚝肉啊！其他菜我觉得属于表现正常，符合对餐厅的预期。吃完就火速驱车回家了，毕竟后面2天的旅程才是这次挪威之旅的重头戏。很多人来到北极圈之门会自然联想到罗弗敦群岛，其实我也一样，但这次旅行我不太想舟车劳顿，也不想违背我是为了休息身心而踏上旅途的初衷，所以强行放掉了这个不容错过的打卡点，选择了另外一个看峡湾地貌的简易模式，前往弗洛姆小镇。路线很简单，是大家计划来到这个国家时必然会搜到的关键词：挪威缩影。说白了就是这班列车会在起终点之间带你领略挪威的4季，相当值得。很多人前往弗洛姆是为了换乘交通工具去到沃斯、卑尔根或者在北部的城市，但我只是想看一看这个中转小镇的风光，所以在清晨5点便起床，搭上了最早一班从奥斯陆出发的列车。很困，非常困，不过每睡10分钟，抬头看向窗外就是截然不同的风景，山川湖海，秋去冬来。你鲜少能在湖面上捕捉到风的痕迹，却也在一片片冰川侵蚀的地形里体会到它的喧嚣。第一趟列车耗时约6个小时，会先在米达尔站停靠，等候半小时后将会坐上被誉为挪威工程奇迹、世界最著名高山铁路之一的弗洛姆高山铁路。全程近1个小时的20公里路途中，它会用沿路的峻美与陡峭
告诉你为什么它的修建会耗时20余年。这里是唯一一个游客可以下车拍照纪念的地方。当我还在欣赏瀑布的坠落时，这段音乐的突然出现，瞬间让这座山的神性达到了巅峰。画面中舞动的少女，在传说中是北欧地区人人皆知的精灵山妖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故事，只觉得一袭红裙在天地间随音乐起舞，为这片土地写下了自由。随后在无数的急弯与陡坡中，列车到达终点站弗洛姆小镇。和挪威语的意思一样，这是个险峻山中的小平原 Flom，群山包围着云雾，峰峦在起处便是峡湾。空气太好了，它不光是那种有一点点就是湿气和草地混合的味道，它是那种无数个负离子在你的鼻腔里面跳舞，然后在你的肺里面说我自由啦 So good， 就是那种感觉，太舒服了，这真的太舒服了。This is just amazing. 就是几乎没有人，我要去享受美景了。这样，妈妈不接电话，怎么办？妈妈接电话了。对方拒绝了我的通话请求。什么？没关系，后来妈妈回了电话，看到了这片大陆上的北国风光，这让在山中小镇长大的她感叹无数，也照常催促我赶快吃饭。于是在绝佳的景观旁边进行了当天的第一顿正餐。这家 Marina 就在小镇内，步行距离10分钟不到，也是隶属于酒店的一家餐厅，分量可观，味道相当到位，结合地理环境考虑，价格也非常能接受，属于是有点惊喜的一顿。鱼汤和鳕鱼都非常棒，鸭肉内部烤的还可以，外部有点点柴，可以试试别的菜品。这是 Marina 餐厅，所以走出来之后，就这么短的一个甲板，然后就能看到峡湾啦。填饱肚子后就早早睡下了，第二天早上安排了峡湾之旅，必须保证体力。其实当天天气真的不算好，出发时镇上还飘着一点毛毛雨，大片的乌云让我相当担心能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当弗洛姆逐渐模糊成小点，壮阔的松恩峡湾告诉我，放心就好。这是挪威最大的峡湾，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。这个季节既不是银装素裹，也不是绿意葱葱，象征着秋末的金黄与山体的颜色交织在一起，把装点山间绿地的村庄映衬得分外特别。迎着风吹来的方向，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就在你耳边掠过。不是只有夏日的蓝天碧水才最醉人，厚重的云层将灰调蒙在凛冬将至的自然之上，阳光只会在偶然之间刺进天地间。站在船头，可能你也会轻叹一句，这也完全符合我对挪威的想象。
现在准备回程了，回到弗拉门那个港口。我们今天其实运气说好也不好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天有点阴嘛，不算特别好的天气，但是回程现在自然就雨一整个淅淅沥沥的下。我还刚刚想说，如果有什么没有拍到的，想在回程的时候拍一拍。头一回见到上船了之后，所有人都往甲板里面，就是室内走的，没办法，雨下太大了。峡湾是海洋与山川的情书，四处可见的飞瀑，蜿蜒不见出口的水路，一来一回之间，船下翻滚的波浪留存了所有的时光，似乎连回程的蓝天都在说欢迎下次再来。毫无疑问，这绝对会是我想再次探索的地方。接着我就回到了奥斯陆，继续着对这个城市的慢探索。参观了歌剧院，因为后台不允许拍摄，所以只拍了这段在大厅公益表演的部分。怪不得很多朋友说想到北欧养老。想想，假如头发花白之后，每周末和老姐妹们相约歌剧院，一起唱小曲儿，简直不亦乐乎。市中心很小，在这里几乎看不见摩天大楼，整体的分贝也很小，有一种世界真的静了下来的感觉。最破坏这份安静的可能是海鸥，它们像城市主角一样无休止地在上空盘旋嚎叫。当然，博物馆人是不可能错过 Munch 美术馆的。这位19世纪后半期出生于挪威的现代表现主义绘画先驱，在与世长辞前捐献了自己近2万份作品，后来也诞生了这座爱德华·蒙克美术馆。大家最熟知的应该就是他的这幅《呐喊》。这幅画其实有4个版本，我们那天刚好卡了个半点时间，所以能看到2个版本的原作。最后一天也去逛了挪威国家美术馆和一些历史建筑，算是在匆忙里头看着不少了。去哪旅游都不能亏待自己的胃，秉承着来都来了的优良传统，订了 Savage 这家米其林1星餐厅，看看怎么事儿。他们有2种套餐选项，20道的 Dimensions 和9道的 Refractions。菜单本身之外，我还额外选择了无酒精配酒，基本上每1到2道菜就会换一款配合菜肴，一共7个种类。我最喜欢的是这款蓝莓白茶杜松子酒和梅子绿乌龙，喝起来比较像亚洲胃会喜欢的类型，我自封的。菜式确实很眼花缭乱，色香味来讲综合评分很高，食材本身的新鲜程度、选取广度和运用程度都发挥得很好。前菜4件套当中的龙虾吐司和棕奶酪黑蒜松露甜圈，作为开胃来讲，各自的小点缀完全不抢味道。松露的香气作为总括，把所有食材包裹在一起，让每道都非常完整。海陆范围内比较喜欢的是这道清口贝高汤红鲷鱼配北海道米饭，以及扇贝海草烟熏鹿心，油脂配比完美，口感真的是把 Q 弹控制的刚刚好，咬下去就知道火候功夫深。但是特别表扬这个面包和这个一小口的意面，尤其是面包，好吃的想高歌哈利路亚。2桌人共同评选的第1名。这一看就是刚刚烤出来的，你听这声音，回弹性也很好，听一下这个脆壳咬出来的时候的声音，开咬。吃到最后其实真的有点疲了，躺在座位上希望它快点上菜的同时，又不希望质量有所改变，直到最后吃到甜品4件套里的长得像松露的冰淇淋，我又可以了，我又行了，我又能了。这个松露冰淇淋做得太好了，我这种去哪都疯吃冰淇淋，当下还吃得很饱的人，都在咬下去的那一刻双眼放光，好希望他们能再给我一块。其他甜品我觉得麻麻得，但是这个真的一下拉高分数。吃
吃饱喝足为期6天的挪威之旅也落下帷幕了，但我很确信这是我会再来旅游的一个国家。凭它独一份的空气，凭它全球最佳的水质，凭它还有许多未探索的自然奇迹。其实每个地方都一样，在不同的年龄去到同一个城市总会有新的体验，只是属于28岁的这个秋天，我所在的地点是挪威而已。希望你也有随时出发的勇气与对自己好一些的决心，毕竟旅行的目的地就在那里，不会改变，而我们总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去探索这个世界。Ses neste gang, Norge.